关心中国军力发展的美国军事专家又开始关注上了我军新装备的发展进程，开始分析一直以来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轰20战略轰炸机首飞时间。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我国的高新武器装备发展引得外界，尤其是美国媒体们的关注不断。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太之旅，在给整个亚太局势直接升温，关注中国军力发展和变化，自然就成了美国媒体们最忙活的事儿。再一个原因就是恰逢8·1，我军的新型装备也进入了集中展示期，比如说歼20、歼16、运20、直20等新锐机型，就在这2天集中亮相，为8·1献礼。除此以外，还有055大驱、106舰延安舰的官宣入役，以及运油20加油机的官宣亮相等，这些都是首次官宣爆出的最新型现役装备。但在我军的众多新锐武器之中，美国军事专家和媒体们却非常关注一件没能露面的武器——轰20战略轰炸机。美国军事专家彼得·苏丘在军事媒体上刊载署名文章，称中国的轰20战略轰炸机诞生的意义就在于和美国对抗，为中国在战略短板上扳回一城，补齐3位一体核战略体系中最后欠缺的空机战略核力量短板。当然了，这些也都是比较老生常谈的话题，过去以往也被美国那些军事专家和媒体反复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值得注意的是，美专家这次发表的一个不同观点，其认为轰20战略轰炸机虽然并未在近期亮相，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特殊的日子里献礼8·1，但是从现有的信息汇总分析来看，美专家指出，轰20的首飞时间最晚应当不会晚于2025年。美专家这么讲当然是有依据的，其在文章中称，像歼20、运20、直20这些新锐的主力机型，都是中国“14·5”规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比如说改进歼20隐身战机，使其升级为双座型号，并为其开发国产涡扇15航发升级动力系统，以及为运20开发新的大涵道比国产航发涡扇20，使得其达到预期设计时的运载力标准。基于运20平台改型得来的运油20、预警20，甚至是运20电战机等项目，也都要有序推进。同时还要将直20提升产量，完成产能爬坡，加速量产，并铺开列装部队，同时完成海军型直20的升级改进，使其大规模列装上舰。可以说，我军现役的20系军机在“14·5”期间都会迎来比较大的创新研发推动。美专家据此认为，这其中也免不了轰20。只不过比起那些已经建成入役，现在只是在推动后期改进升级的机型，轰20的主要发展还是集中于推进研发和原型机建造并首飞这一方面。综上所述，美专家据此认为，“14·5”期间的20系军机发展规划不会把轰20这么一款重要的机型落下。轰20的首飞时间最晚节点是可以被推测的。有一说一，比起过去以往那些美国媒体和不靠谱路边专家的胡乱瞎猜，美专家这一次的分析倒还算合理，至少建立在有详实确凿信息可查的事实基础上。但对于轰20具体何时首飞这一问题，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太好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公开可查的轰20相关信息，基本都是已经脱密公开的一些早期预言论文。除了能说明轰20是一个类似 B2 那样的大型飞翼结构隐身轰炸机外，其他的信息还不足以下任何定论。甚至于连轰20是双发还是4发布局，目前都没有确凿的信息可以证实。至于原型机是否已经进入建造阶段，以及何时首飞这些信息，自然也是没办法准确去说的。至于美专家所说的中国空军确立下了轰20要在“14·5”期间完成这一战略目标，这也是属于未经证实的一种推论和猜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俄3国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项目都在有序进展。俄罗斯的 PAK-DA 隐身战略轰炸机项目刚刚有最新情报公开，图波列夫设计局公布了自己最新的专利设计图。从外观来看，一样还是经典的大飞翼布局。
美军那边的 B-21则是刚刚遭遇到了噩耗，本来预定今年进行的首飞被推迟到了明年，一拖再拖，不停放鸽子已经是美军的常态。军工业垮塌糜烂的困局已经开始蔓延到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航空业，这倒一时不足为奇。横向对比来看，在轰20进度暂时不可知的情况下，美军的 B-21仍然是开源信息情报里最接近首飞的那个。而从研制时间上来推算研制进程，轰20的进度很有可能也要高于俄罗斯的 PAK-DA。所以美军的 B-21率先首飞，中国的轰20紧随其后，俄罗斯的 PAK-DA 压轴亮相，这一排序目前来看也是很有可能的。至于美军的 B-21是否会放鸽子，放到被轰20反超，改为中国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率先首飞，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无论怎么说，我国航空工业经过新世纪以来这20多年的奋发图强、积淀发展，能在如今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研发进度上追赶上美军的步伐，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能说明实力的事儿。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下一代战机、下一代轰炸机的标准由中国来定义，这一曾经远大的梦想也必将会不再遥远。